这一期我们来介绍一下任务配置，我们从五个方面来进行介绍。一个是任务优先级、任务的类型、看门狗、程序组织单元 POU 的调用，还有就是任务运行状态监视。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任务的优先级。一个程序可以用不同的编程语言来编写。一个典型的程序通常由许多的功能块函数组成，各个功能块函数之间可以进行相互的交互数据。一个程序中不同部分的执行可以通过任务来控制。任务配置以后，可以使一系列的程序和功能块周期性的或者由一个特定的事件触发开始执行程序。在设备树中有任务配置选项，使用它除了声明特定的用户程序以外，还可以控制工程内其他子程序的执行处理。任务用于规定程序组织单元 POU 在运行时的属性，它是一个执行控制元素，具有调用的能力。在一个任务配置中，可以建立多个任务，而一个任务中可以调用多个程序组织单元。一旦任务被设置以后，它就可以控制程序的周期性执行，或者通过特定的事件触发开始执行。任务的优先级，在 Smart Control 软件里面可以对任务的优先级进行一个设置，但是一共有32个级别，0到31之间，任意一个数字都可以用于设置。0为最高优先级，31为最低的一个优先级。当程序在执行的时候，优先级高的任务可以优于优先级低的任务执行，也就是优先级高的任务可以在任何时候打断优先级低的任务。高优先级任务0能够中断同一资源中较低优先级的程序执行，使较低优先级的程序被放缓。但是需要注意，在任务优先级的分配中，不可以分配具有相同优先级的任务。如果我们分配了相同优先级的任务，那么就可能会出现不可预知的运行结果。下面我们通过 IDE 软件，通过 Smart Control 软件进行一个介绍。通过一个实例在 Smart Control 软件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假设有3个任务，分别对应3种不同的优先级，任务1、任务2、任务3。任务1的优先级设置为0，周期时间是10毫秒。任务2的优先级是1，周期时间设置为30毫秒。任务3的优先级是2，周期时间是40毫秒。那么我们如何在 Smart Control 软件里面添加任务并且设置任务的优先级呢？我们打开软件，这里有一个设备下面是 PLC 逻辑，PLC 逻辑下面是应用 Application 应用。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在这个应用里面添加。我们右键单击，我们的这个应用下面有一个任务配置，我们双击任务配置，可以在任务配置里面看到有多少个任务。目前有1个任务，任务的状态，任务的 REC 周期计算时间，周期计算上一个周期是多少时间，平均周期时间，最大周期时间，最小周期时间，抖动，最小抖动是多长时间，最大抖动是多长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任务的一个
一个属性。那么我们如何添加任务呢？在应用下面有一个任务配置，我们右键单击添加任务，我们给任务起一个名称，任务1，任务2吧。这样我们就添加了一个任务。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个任务，任务3，我们将 main task 任务进行一个重命名，重构重命名，我们将它命名为任务1。点击确定，这样我们就添加了3个任务，分别是任务1、任务2、任务3。任务1的优先级是0，周期时间是10毫秒。任务2、任务3，我们对它的优先级和周期时间进行一个设置。这里是设置优先级，双击 task 1，打开任务1，设置它的优先级为0，最高优先级，时间为10毫秒，周期时间是10毫秒。双击任务2，它的优先级是1，时间是30毫秒。双击任务3，它的优先级是2，周期时间是40毫秒。这样我们就添加了3个任务，并且对任务的这个优先级和周期时间进行了一个设置。我们双击任务配置，可以看到里面有3个任务。那么这3个任务是怎么运行的呢？我们介绍一下3个任务的一个运行机制。首先在0到10毫秒之间，先执行任务1，因为任务1的优先级最高，如果在本周期内已经将任务1执行完成，那么剩余的时间就会执行任务2。任务2的优先级次之，如果在10毫秒以内任务2没有执行完，那么任务1在下一个10毫秒之内，任务1将会再次打断任务2进行执行任务1。那么任务1执行完之后会执行上一个周期，也就是0到10毫秒没有执行完的任务2。当任务2执行完了之后就会空闲，这一段时间就不再执行程序。那么在20毫秒和30毫秒之间，由于在20毫秒和30毫秒之间，由于任务2每30毫秒执行一次，因此在10和20之间，任务2已经执行完毕，此时不需要再执行任务2，只需要执行任务优先级最高的任务1。然后是空闲时间，在30到40毫秒之间，会再次执行任务1。任务1执行完成之后呢，开始执行任务2。由于任务2还没有执行完，那么在下一个10毫秒以内，也就是40和50毫秒这段时间，任务1会打断任务2执行任务1，然后任务1执行完成之后会执行任务2，也就是执行30和40之间没有执行完的任务2。任务2执行完了之后呢，才会执行到任务3。然后呢，在50毫秒以后，任务1的优先级最高，任务1会中断任务3的执行，会进入任务1的执行，然后任务1执行完了之后，才会执行上一个周期，也就是执行40毫秒
和50毫秒之间没有执行完的任务3的剩余部分。这个就是不同优先级任务之间的一个中断机制和运行机制。任务的优先级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介绍程序组织单元的调用。程序组织单元 POU 必须放在任务下面，也就是 Program 2必须放在 Main Task 任务下面，否则 Program 2程序是没有办法被运行的。下面我们通过软件进行一个介绍。我们打开软件，这里我们已经建好了2个功能块，1个函数和3个程序。然后任务配置上面有3个任务。如果我们不把程序放在任务下面，那么程序是没有办法被运行的。那么如何添加程序呢？第一种方式就是直接通过拖拽的方式，可以将程序直接拖下来放到任务下面。那么这样的话，程序1就被放在了 task 1下面运行。我们双击 task 1，任务1的优先级是0，周期是10毫秒，也就是10毫秒，每10毫秒我们执行一次 program 1。第二种方式，我们先将 program 1进行删除。我们双击 task， 双击任务，这里有一个调用，打开，这里有3个程序，然后我们选择程序1，选好程序1之后，点击确认，这样我们 task 1下面就调用了程序1， task 2调用，双击也可以， task 3选择增加调用，双击 program 3，这样的话在任务1下面就调用了程序1，在任务2下面调用了程序2，在任务3下面调用了程序3。我们双击任务2，它的优先级是1，周期是30，也就是说每30毫秒执行一次程序2的程序。我们双击 task 3， task 3的周期是40，然后的话它就会每40毫秒执行一次程序3。关于任务下面程序的调用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任务的种类。任务的种类分为循环类型、外部事件类型、惯性滑行、事件和状态。循环类型的话，就是在设定的每个时间间隔内执行一次对应的 POU， 也就是在周期性的执行用户程序。外部事件的话，当外部事件发生以后，就会执行一次用户程序，对应的 POU 会执行一次。比如说高速计数器的读数匹配时等发生外部事件。惯性滑行一旦开始执行，会反复执行用户程序，没有停歇的间隔。事件类型，当设定的布尔类型的事件变量从0变为1的情况下，会触发执行一次，而其他状态组合，比如从0变为0、1变为1或从1变为0，不会触发执行用户程序。状态类型，在设定的布尔型变量状态变为1的情况下，会反复执行用户程序。下面我们先介绍一下循环类型的任务。比如我们将任务的周期时间设定为10毫秒，那么在8毫秒的时间，任务里面的用户程序已经执行完成，剩下的2毫秒就会处于等待时间。
在下一个周期，也就是在下一个10毫秒会继续执行任务，也就是会执行用户程序，在6毫秒的时间内用户程序执行完成，4毫秒的时间就是等待时间。在第3个周期，第3个10毫秒以内，7毫秒的时间执行用户程序，3毫秒的等待时间。第4个周期，第4个10毫秒，8毫秒执行完用户程序，2毫秒的等待时间。惯性滑行，惯性滑行也称为自由运行。程序一开始运行，任务就会被处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8毫秒的时间是程序实际执行的时间。程序一旦执行之后呢，就会立马再次执行。6毫秒的时间，程序执行完成。执行完成以后，立马再次执行。7毫秒的时间执行完成，立马再次执行。3毫秒的时间执行完成用户程序。惯性滑行和循环周期的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它的等待时间。循环周期执行的话有一个等待时间，那么惯性滑行的话它就没有周期时间，一旦程序执行完成之后，就会转入下一次的再次执行。下面我们通过软件介绍一下。我们将任务1拖到 task 下面，然后我们将它的类型设置为循环类型。设置好之后，我们将程序下载到仿真环境里面。点击执行，我们也可以看到程序一直在运行。专机任务配置，可以看到它的平均周期时间、最大周期时间。最大周期时间是32纳秒。专机任务1将它的类型换为惯性滑行。可以看到程序在运行。点开任务配置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周期时间有所变化。事件类型的话，只有配置好的事件发生之后，那么对应的任务就会执行一次。我们点开任务1，这里有一个外部事件类型和外部事件类型。外部事件类型的话，只有外部的事件发生以后，那么任务1就会执行一次。这个外部事件类型的话，需要我们进行一个配置，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赘述。我们选择事件类型，回到 PPT。事件类型的话，一旦设定的布尔量变量从0变为1的情况下，会触发执行一次。我们选择事件类型，然后这里有一个变量，
复制。我们将这个变量添加到事件的条件里面。添加好之后，只有这个变量从0变为1，那么这个任务会执行一次，这个任务会带着程序1执行一次。我们现在将程序下载到仿真环境里面，点击运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小圆圈是灰色的，这里的小圆圈是绿色的，这里的小圆圈也是绿色的。那么任务2和3它是在运行的，只不过它下面没有挂载程序而已。任务1为什么是灰色的呢？因为它没有在运行。没有在运行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变量是 false， 我们双击写入，将这个变量变为 true，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圆圈变为绿色，那么task 1执行。双击程序1，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数据没有在变动。它的数据没有变动的原因是因为变量从0变为1，它只会执行一次。我们现在将它写为 false， 然后再变为 true， 进入程序，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变为了-0.002， 因为它执行了一次。我们现在写入 false， 再写入 true， 它又执行了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它变为了-0.003， 它执行了一次语句，进行了一个质检。这个就是事件类型的任务。状态，什么是状态类型的任务呢？状态任务的话，如果事件区域的变量为 true， 那么任务可以执行。状态触发方式和事件触发方式有点类似，区别在于，只要状态触发变量是 true， 那么程序就会一直执行，若为 false 则不执行。这个就是状态和事件的区别。刚刚我们把任务1配置为事件类型，事件类型的话，这个变量变为 true， 它只会执行一次。现在我们将它配置为状态类型，我们把它的类型换一下，换为状态，然后把它的变量重新映射一下，映射到状态上面，我们下载。执行。任务前面的灰色箭头圆圈是灰色的，因为我们的状态变量是 false， 我们写入 true。我们可以看到程序一直在周期性的执行，它的执行周期，它就会一直执行。我们将变量变为 false， 程序停止运行。写为 true， 程序再次运行。这个就是状态类型的任务的执行机制和执行原理。任务的类型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任务状态运行状态的监视。
每个任务可以直接启用或停用，系统会自动配置一个任务监视器。当进入在线模式以后，用户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监视器对任务的平均、最大、最小循环时间等任务执行相关参数进行监控。在项目的开发阶段，可以使用该功能测试程序的最大、最小、平均循环时间，用于检测程序的稳定性以及任务周期时间进行一个优化。下面我们通过软件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这里有一个任务，我们将任务的周期分配为200毫秒。任务下面挂了一个程序，我们将程序下载到仿真环境里面。我们在这个任务配置里面可以看到 IC 周期计算为400多，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周期和程序已经进行了400多次的一个循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大周期是100多毫秒，最大是100多毫秒的一个周期。但是我们配置的是200毫秒，这样的话时间太长了。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优化，120毫秒，把它的周期缩短一点，可以增加程序的一个实时性。点击运行，这个就是任务配置的一些项目，还有它的一个用途，主要的一个用途。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看门狗。看门狗是一种控制器硬件式的计时设备，可以通过任务配置对其进行使能。默认配置是看门狗已经被禁用，在任务的这个我们双击任务，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看门狗，我们可以点击关闭看门狗，使能看门狗。看门狗的主要功能是监控程序执行的时候出现的异常或内部发生故障，内部时钟发生故障。当系统出现死机，程序进入死循环，看门狗计时器就会对系统进行重置信号或停止 PLC 当前运行的程序。配置看门狗的时候，必须配置2个重要的参数，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灵敏度。一个是这个时间，还有这个是灵敏度。时间针对时间指的就是针对每一个任务配置的看门狗，我们目标硬件支持长看门狗事件设置，我们可以设置上限和下限的一个看门狗。看门狗的时间是毫秒。如果程序执行周期超过了看门狗的触发时间，那么将会触发看门狗功能并终止当前任务以及对任务对应的程序。灵敏度指的是控制器检测到应用程序错误之前发生的这个任务看门狗例外数，默认是1。一个看门狗的这个触发时间其实就是时间乘以这个灵敏度，也就是这个看门狗的触发时间就是时间乘以这个灵敏度。如果程序执行的时间超过了看门狗的触发时间，那么系统就会自动激活看门狗功能。看门狗功能激活之后呢，就会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一旦出现故障，就会停止这个程序的运行。看门狗计时器会重置信号，停止 PLC 程序的运行。看门狗功能通常用在实时性和安全
等级要求比较高的场所，主要是防止 PLC 死机或程序进入死循环。一旦出现故障以后，会将所有的输出断开，并且重启 PLC， 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控制器死机，保护外围的设备。比如我们这里任务1，我们配置了一个循环类型，然后它的周期是20毫秒，然后这个是看门狗，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使能或者是禁止使用。这里有2个单位可以选择，可以选择毫秒或者是纳秒。我们这里可以选择毫秒，时间是2毫秒，灵敏度是4。那么看门狗的触发时间就是8毫秒。如果程序它的执行时间超过了8毫秒，那么 PLC 就会终止运行 ，PLC 会终止程序的运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灵敏度或者是调整时间，将看门狗放大或者是缩小，进行一个调整。这就是看门狗的一个作用。